为了再续前缘，她将死去的丈夫克隆到肚子里，然后再生出来。望着不断隆起的肚子，她满心期待，并且她每天都会来到丈夫墓前祈祷，希望他在天有灵，保佑自己平安降生。怀胎10月，孩子终于出生。看着这个与死去丈夫一模一样的儿子，她惊讶的同时又欢喜，终于可以再续前缘了。小时候把他当儿子养，长大了就把他当老公用，最后她还和儿子又生了一个儿子。究竟是怎样毁三观的脑洞才能想出这样的剧情？它就是上映于2010年的电影《克隆丈夫》。这既是一部科幻片，又是一部伦理片。它用科幻的外衣来探讨道德伦理，又用道德伦理来批判爱情。女人的丈夫因车祸意外去世，她不甘心心爱之人就这样离开自己，于是为了复活对方，她毅然决然地接受了克隆手术，将丈夫的克隆体植入到子宫。接下来就只等10月怀胎生下他了。为了腹中胎儿的健康，她喝最好的牛奶，吃最有营养的食物。终于她等来了生产期，很幸运她成功产下了一名男婴。看着眼前的这个小丈夫，她只期待对方能够快快长大，趁着自己容颜还在。时光飞逝，几年光阴已过，儿子马上就要上小学了。他向对方隐瞒了自己是克隆人的事实。当儿子问起爸爸时，他便会说，爸爸在你诞生前就出车祸意外去世了。然而随着儿子渐渐长大，女人对他的感情不再单纯的停留在母子情，她会钻进儿子小卡的被窝，做一些跨越尺度的事情，就连洗澡也毫不避讳。双方都是坦诚相见。看着这个和丈夫长得一模一样的儿子，她试图在这个克隆生命体中寻找曾经的影子。在她长年累月的影响下，小卡对于情感的认知越来越模糊不清。在她眼中，女人是自己的母亲，但有时候又不是，因为她看自己的眼神与别的妈妈看孩子的眼神有些不一样。她本以为日子可以就这样平淡的过下去，但随着小卡进入学校后，对方会经常带一些异性朋友回来过夜，这让她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像别人抢走了自己老公一样。 Can I get you anything?可她又不能在外人面前将这些情绪表露出来。虽然克隆技术在当时得到了法律的许可，但它却有被伦理道德不被大部分人所接受。这个小女孩也是一个克隆人，是小卡的同学。女人不喜欢儿子有这么多异性朋友。 Wouldn't you like to come and play at our house, Dima? No, thank you. 听到这话，她内心窃喜，不过还是没有表现出来。就在这时，儿子突然说道，他身上有一股特殊的味道，像玻璃清洁剂，这是克隆人独有的，有时候会从皮肤散发出来，让人闻到。而这个女孩正是她妈妈克隆自己妈妈生下来的。就在第二天，邻居突然找到她，因为他们听孩子说，女人昨天邀请克隆人去家里玩了。 Yes, why? Look, Rebecca...We don't have any problem with human replication. We think that some clones are decent people. They have their own lives and rights. The thing is, it's too complicated for our kids. 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自己并不歧视克隆人，但却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和克隆人玩，因为那是违背伦理道德的产物。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应该被复制出来，这样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他没想到大家对克隆人的偏见竟如此之大，万一要是被他们发现小卡也是一个克隆人，一定会把他当成异类的，从而不让自己的孩子跟他来往。结果说什么就来什么。负责给他克隆丈夫的医生突然来到小镇游玩，当他看到小卡后，便将对方是克隆人的身份告诉给了全小镇。等到小卡过生日时，母亲给他精心布置了一番，还准备邀请好友来家中庆祝。然而当他打电话过去询问时，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找借口拒绝了。 I see. 没办法，母子俩只能自己过。小卡很疑惑，为什么大家突然都不来了？他不知该如何回答。难道告诉他你是一个克隆人，不受人待见？显然还不是时候。 Mom! Because the mothers didn't... The mothers wouldn't let them. Why not? Because they're stupid. Stupid? 他一时之间也找不到好的理由，显然这个理由是骗不了一个10岁的孩子的。但看着母亲泪眼婆娑的样子，小卡也不忍心再问下去了，只能上前拥抱，给予对方安慰。他的懂事却让女人更加内疚，当初自己为了一己私欲将他复制出来，现在却要他承受这样的孤独，自己究竟是不是做错了？之后母子俩搬到了海边，那里有一个曾经和丈夫住过的小屋，这样一来儿子就不用受别人的冷眼了，在这里两人可以尽情的玩耍，不用在乎别人的目光。这天，小卡在海滩上发现了2条尸鳖，不过这个名字是盗墓笔记虚构出来的，它的真实名字叫大王巨足虫。据考证，这种生物已经存在了 1.6亿年之久，是真正的活化石。没想到儿子竟然对古生物感兴趣，于是他给对方买了一个可以动的恐龙玩具，小卡很喜欢，甚至还给他起了一个名字。 Thanks, Mum. 早上母子俩在废旧轮船上看海时，一个名叫马克的小男孩走了过来，他就住在附近不远处。 Can I see your binoculars? 看得出他是一个很热情的人，想要和小卡交朋友。看到这一幕，女人心里也很高兴，儿子需要有一个同龄的玩伴，因为自己有时候要工作，不能时刻陪着他，只要对方不是女孩子就行。这晚小卡突然问，爸爸死的时候你在吗？ Yes. 接着他又再次发问，是怎么样的车祸？这是女人不愿提及的伤疤。
We were on the road, we stopped. He got out of the car, and another car hit him. What sort of car? A van, Tommy, coming very fast. What sort of van? I don't know. Why did you stop? 面对儿子的一再询问，他沉默不已，因为这场车祸和自己有着撇不清的关系。第二天，母子俩在屋外的秋千上嬉戏，玩着玩着就来了兴致，又立马玩起了摔跤。女人故意让儿子将自己推倒在地，好让其乘胜追击，扑到自己身上。小卡将母亲死死按在地上，接着他脱口而出的一句话，让人浮想联翩。Now I can do whatever I want with you. Go ahead. 女人脸颊微红，望着小卡与丈夫如出一辙的面容，她心中泛起一阵难以言喻的悸动，往昔回忆如潮水般涌上心头。就在这母子间氛围微妙、有些暧昧不清的时候，马克的到来瞬间吹散了那层旖旎的薄雾。儿子离开后，女人躺在沙滩上望着湛蓝的天空，内心久久无法平静。自从小卡有了马克这个玩伴后，就不再像从前那般依赖恐龙玩具了。她甚至和马克一起把恐龙模型埋到了沙滩里，因为小卡觉得这种来自远古的神秘生物本就该回归自然。然而女人对小卡的掌控欲极强，在她眼中绝不允许任何事物的发展脱离自己的掌心。于是趁小卡不注意，她又把恐龙模型挖出来带回了家。小卡见状，心里闪过一丝压抑。就这样，她在女人的绝对掌控下一天天长大。但令女人始料未及的是，长大后的小卡有了其他女人。她像往常一样给对方端来早餐，却发现她的床上多了一双脚，那纤细白皙的形状一看就知道是女孩子的。女人的心里咯噔一下，一股酸涩的醋意瞬间蔓延。这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叫安妮，正是小卡新交的女朋友。她和女人打了个招呼后，又小鸟依人地埋进小卡的怀里。女人的心瞬间就像被针扎了一样，她赶忙别过头，匆匆退了出去。小卡却丝毫没有察觉到母亲的心思，还火上浇油地告诉她，安妮以后要搬到他们家来住。虽然她嘴上说着同意，但心中不免有些酸楚。自己的儿子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被人夺走了。没过多久，安妮果真搬了进来。小卡整天和她黏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题，甜蜜的让人嫉妒。在角落里默默观察他们的女人，心里充满了矛盾与挣扎。她一方面努力扮演着母亲的角色，尊重小卡的生活，另一方面却又难以抑制内心深处对爱人的那份执念。看着小卡和女友恩爱甜蜜，女人内心的嫉妒如洪水猛兽般摧残着她的理智，但她只能压抑着自己的情感，默默承受痛苦。她变得郁郁寡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儿子和女友给她送来亲手制作的糕点，她也只是将其放到一旁，表示现在不饿。当她看到小卡和女友在沙滩上你追我赶，热情拥吻时，一股难以述说的委屈感瞬间涌上心头。这个和丈夫有着一模一样容颜的男人，如今却躺在了别人的温柔乡。他再也不是小时候整天黏着自己的小卡了，心里的委屈让女人像个孩子似的耍起了脾气，躺在床上背对着他们，对两人避而不见，当冰雪覆盖海滩。他脸色阴沉地盯着晨跑的安妮，心中的嫉妒如野草般疯长，把他折磨得快要窒息。终于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偷偷地溜进了儿子的房间。此时小卡睡得正香，他体贴地为其盖好被子，然后就鬼使神差地钻进了被窝中。睡梦中的小卡恍惚间以为是女友回来了，习惯性地转身和对方亲密互动，可刚一接触，他就感觉到对方身材不对，吓得连忙弹坐起来。定睛一看，原来是母亲躺在身边。他虽然很疑惑，但也没多想，只当是母亲太冷了，赶忙穿好裤子。这时安妮回来了，女人赶紧用被子将全身都挡住，只留下一个小缝。她看到对方正急切地与小卡亲密互动，心里顿时醋意翻涌。小卡也察觉到气氛变得尴尬，他可不希望母亲旁观这样的场面，于是匆忙拉着对方冲出门去，只留下母亲独自陷入无边的落寞。渐渐的，安妮注意到这对母子之间的相处模式似乎缺乏该有的界限。小卡已经20岁，却仍时常与母亲亲密接触，不时亲吻拥抱。开始安妮只是觉得他们母子俩关系好，可当男友毫无顾忌地钻入女人的衣服中撒娇时，她脸上的笑容渐渐凝固了，这已经超出了正常母子的范围。如果小卡只有几岁倒没什么，但现在他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就应该和母亲保持应有的距离。小卡也意识到自己有些过火，赶紧灰溜溜地逃离现场。夜深人静时，女人独自呆坐在房间，悄悄听着隔壁小情侣缠绵的声响，心中酸楚难抑，嫉妒几乎让她崩溃。而每次小卡不在时，两个女人几乎都不说话，心中似乎被一道墙无形地隔着。尤其是当安妮看到母子俩的亲密举动后，她想问却又不敢问。第二天，小卡一时兴起跑去海里冬泳，等到她和母亲回到家时，发现门口站着一位不速之客，那正是丈夫的母亲，也就是小卡现在的奶奶。当老妇人看见小卡那张和儿子几乎一模一样的脸时，瞬间就愣住了，眼眶也蓄满了泪水。她久久注视着小卡，仿佛要从他脸上找出儿子的影子。女人站在一旁紧张不已，生怕婆婆会将一切都说出来。而小卡一看到老妇人，就有一股
股莫名的亲切感，总感觉似乎和对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Who are you? 幸好婆婆最终什么都没有说，只是无声地拍了拍女人，随即转身离去。小卡望着那远去的背影，直觉告诉她，这位陌生的老妇人一定与自己的身世有关。 Who is that, Mum? 女人没有回答，只是掩面无声的哭泣。当晚，小卡脑中不断回放着白天的画面，心烦意乱的她索性爬到母亲的床上，再次追问白天的那个老妇人是谁。可女人依旧守口如瓶，小卡得不到答案，情绪越发的烦躁。第二天吃饭时，她就对着牙签发脾气。这把两人吓得着实不轻，尤其是安妮，她完全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小卡觉得敲瓶子还不够，又气冲冲地捧来一大堆盐，然后哗啦啦地洒满整张桌子。I know her. 随后他就把自己反锁进了浴室，无论如何都不肯出来。女人和安妮焦急地守在门外，温柔地哄劝，但他就是充耳不闻。安妮再也无法忍受他这样神经质的行为，以及母子俩那说不明道不清的情感。心灰意冷之下决定离开。小卡看到后一句挽留的话都没有，一时间屋里只剩下母子二人。她现在只想弄清楚自己的身世。女人思考许久，终于决定说出真相。随后她翻出丈夫的笔记本电脑递给小卡，自己则紧张地咬住手指。当小卡看到照片中那张与老妇人的合照时，瞬间就呆愣在了原地。自己没有记错的话，小时候从来没有见过对方，更别说一起拍照。原来这竟是自己上辈子的亲生母亲，难怪一见到她就感觉特别亲切。这或许就是刻在基因里的血脉亲情。随后，女人缓缓将一切道来。9岁那年，他们一家搬至海边，在那里，她邂逅了同龄的丈夫。只是匆匆一眼，女人便被他深深吸引。没想到第二天，男孩就主动来到她身边，很自然地拿过她正吃着的梨，毫不介意地大口咬了下去。女人见状，心中小鹿乱撞，想来对方对自己也是同样的感觉。她悄悄收藏起她吃剩的梨核，当作定情信物，期盼着下一次相见。之后，男孩每天都来找她玩，他们在海边奔跑、嬉戏，一起踏浪逐沙，一起坐在破旧小船上眺望大海，一起看蜗牛缓慢爬行。时光仿佛被施了魔法，飞快而美好。玩累的时候，女人便不拘小节地在对方家中留宿，彼此陪伴，互相温暖，一切就像是童话中最美好的那样，两小无猜。然而这段美好的时光并未持续多久，女人一家即将搬去东京，她的母亲在那里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突如其来的离别让两人都非常难过。离别前夕，男孩冲动地亲了女人一下，回家后又打电话承诺会来送行。可第二天，女人等了又等，男孩始终都没有出现，她只好带着遗憾离开。12载光阴转瞬即逝，女人已出落得亭亭玉立，怀着对纯真感情的眷念，她再次回到海边小镇，渴望寻觅那个念念不忘的身影。可当她找到男孩家时，他母亲却说儿子已经搬了出去。她将男孩现在的地址交给女人，可当她满怀期待地寻址而至时，却看到一个衣着清凉的女人慵懒地躺在床上。两人正错愕间，男人回来了。尽管岁月改变了些许容颜，但他们还是一眼认出了彼此。那熟悉的感觉仿佛从未远离，而被冷落在一边的金发女郎则一脸茫然，看着他们旁若无人地说着只有彼此才懂的暗语，仿佛有一道无形的墙将他隔开。两人自顾自地聊着过往的美好，丝毫没有在意他的存在。最终他忍无可忍，愤然离去，而男人没有去挽留，他的整颗心都扑在了这个思念多年的女人身上。他们一起去了小时候常去的海边，分享彼此的梦想与心事。女人小心地问起他女朋友会不会生气，对方却漫不经心地说，我和他昨天才刚认识。言下之意，那段关系并无分量，而对女人来说，这无疑是个好消息。男未娶，女未嫁，两人之间迅速重燃爱火，但女人始终对当年失约之事耿耿于怀。男人得知她仍旧记得，又惊又喜地翻出当年没送出去的礼物。女人轻轻拉开火柴盒，里面静静躺着一只早已死去的蜗牛。原来对方一直将它视为感情的信物，养了它1年，但最终还是死了。 Why didn't you come? I overslept. But now I'm awake. 这一次命运让他们再度重逢，两人都下定决心不再错过。他们重新变得形影不离，如胶似漆，仿佛要弥补所有逝去的时光。然而好景不长，他们在蜜月途中，女人突然想上厕所，男人体贴地将车停在路边，准备下车抽烟等候。然而就在这时，一声巨响划破寂静，女人猛地回头，只见男人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亲眼目睹心爱之人车祸身亡。女人如同失了魂一般，处理完对方的后事后，她发现那只藏蜗牛的纸盒里还有一张纸条，上面用稚嫩的字迹写着，我会一直等你。看到这句浪漫的誓言，女人心如刀绞，整日茶饭不思。看着笔记本中对方的照片，她做出了一个大胆而疯狂的决定。随后她找到男人的父母，恳求他们同意克隆男人。但问题来了，谁来生下这个孩子？女人坚定地表示自己愿意承担。男人的父母爱子心切，也被他的深情所打动。
最终签署了克隆同意书。小卡听完整个故事，整个人都愣住了。他一直最厌恶克隆人，万万没想到自己竟也是克隆技术的产物，情绪瞬间失控。他猛地掐住女人的脖子，将她狠狠摔在床上。陷入严重身份危机的小卡对自己的存在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一步步逼近女人，望着这个与他命运紧密交织的人，一时分不清他究竟是爱人还是母亲。女人的内心也同样矛盾，她既透过小卡追忆逝去的爱人，又难以割舍多年的母子之情，千言万语最终只化作一句你还在这里。而女人这样的态度让小卡觉得自己完全只是一个替代品。在极端的愤怒与迷茫中，他冲破了伦理的底线，与女人发生了关系。事后小卡不知该如何面对她，更不知该如何面对自己的人生，于是他选择了逃离。 Thank you, Rebecca. 只留女人独自守在海边的小屋，但女人并不孤单，因为不久后她发现自己怀上了小卡的孩子。 Just because you went away, it doesn't mean you're not here anymore. Perhaps all I ever needed was this gift.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这部影片的剧情设定虽然很猎奇，但题材却很新颖。其实关于克隆技术的影片有很多，比如2005年的电影《逃出克隆岛》，又比如2021年的电影《天鹅挽歌》。但这部影片是第一个探讨克隆技术与社会道德伦理之间关系的电影。克隆技术应不应该被允许？它究竟符不符合道德伦理？如果人类彻底掌握了克隆技术，你会不会用它复活逝去的亲人？所以很多电影都对克隆技术展开了遐想。然而，这种技术真的符合社会道德伦理吗？就像电影里所描述的，将自己的心上人克隆到自己的肚子里，然后生出来。那这个婴儿究竟是自己的爱人还是自己的孩子？从遗传学上讲，这个孩子和女人毫无关系，他只是提供了一个生育场所。但从年龄上讲，两人相差太大了，真的还能再续前缘吗？而更夸张的是，小卡班上的那个女同学竟然是她母亲克隆自己的母亲生出来的。那究竟谁是谁的妈？虽然她是因为思念亲人才会选择这么做的，但关系是不是一下就乱套了？很显然，这有悖道德伦理。对于克隆技术，大家并不陌生。早在1996年，人类就已经运用克隆技术制造出了第一只哺乳动物克隆羊多利。我们小学的生物课本上就有关于它的资料。培育多利的基因来自一头成年绵羊，研究人员提取这头绵羊的乳腺细胞，将其细胞核移植到剔除了细胞核的另一头绵羊的卵子中，使之融合、分裂、发育成胚胎，然后移植到第三头羊的体内，孕育成熟后生下多利。然而2003年2月，6岁半的多利因肺部感染而被科研人员实施安乐死。当时多利的诞生震惊了整个世界。美国科学杂志把多利的诞生评为当年世界10大科技进步的第一项。然而克隆技术终究还是存在弊端，而之后经过20多年的发展，人类在克隆领域依旧没有什么突破性进展。目前就连克隆器官都还做不到，更不用说克隆出活生生的人了。但如果有一天人类真的掌握克隆技术后，一定都有自己想要复活的人，这个人可能是父亲，也可能是母亲，还有可能是孩子，从而弥补逝去的遗憾。可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克隆绝不等于完全的复制，因为人的社会属性是不可复制的。我们应该珍惜当下，善待父母，疼爱子女，争取不留遗憾。就如影片中的小卡，当得知自己克隆人的身份后，他陷入了深深的迷茫，我到底是谁？是儿子还是丈夫？他甚至认为自己的出生就是一个错误，只是为了替代另一个人。这种身份认同的危机不仅困扰着他，也让女人陷入痛苦的两难境地。她既是母亲，又是曾经恋人的角色。她抚养小卡长大，却又在他身上寻找已故爱人的影子。这种关系的混乱，最终导致了一场伦理的崩溃和情感的悲剧。在当今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克隆丈夫提出的问题变得更加紧迫。虽然人类尚未实现完整的人类克隆，但基因编辑技术、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的发展已经在挑战传统的伦理界限。我们期待科技的发展，比如克隆器官，它可以拯救很多人的生命，但它一定要在法律和道德伦理的约束下进行。人可以被克隆出来，但情感却无法复制。基因可以决定人的相貌体征，但却无法决定人的生命本性。